AI 怎么办呢？学好了吗？啥呀？你不是学 AI 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学好？那个平台叫啥呀哪个平台？AI 平台，极梦啊。之前生成的怎么看呢？之前生成的，就在那个生成里，点生成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说你，我还以为你说你过来。吵吵的你一天。谢谢小 K 的粉丝团灯牌。生成哪有生成？谢谢白天。啊，找着了。帅哥看什么呢？看帅哥呢。谢谢开心每一天的为你闪耀。我操，真牛逼啊！哎，真牛逼啊！啥呀？现在他妈的会员他妈5000一年，真牛逼啊！血贵的，这都。那也有人掏钱，他不愁没人掏钱。谢谢东东拯救爱波，谢谢东东，好久不见了，东东。东东最近在忙什么？是有百里屠夫，是有百里屠侠和千里屠夫了吗？为什么不来直播间了呢？眼睛怎么这么大了？随心意长的。玩去了哦。我把视频下载到哪儿去了？我就点那个下载了，然后它能下载去哪儿去呢？你看那个浏览器。下浏览器里了？浏览器那个下载有显示下载到哪儿？我觉得不是。
谢谢团子的为你闪耀。谢谢开心啊，谢谢那个小郑爱幻想。谢谢时光望海。没有听到你干咳了啊，就是气候好一点，我就不干咳了。还有就是温度合适，我就不干咳了。网剧在哪里看呢？网剧在那个 B 站、油管都可以看。明天更新吗？明天不更。打游戏还是剪片子，无所谓，反正也更不了。把那个 iPad 给我扔过来。扔这是。
到使用属键。刺向地面。谢谢东东的为你闪耀。东东谈恋爱了是吧？东东现在的对象是粉丝多少啊？跟谁出去玩去了？最近开张是什么时候？真心话大冒险什么时候开张的？没有开张啊。哦，搞手动，哎呀。谢谢不爱吃青椒，谢谢包子之刃。
在干嘛？我在把一个视频导出来。这个视频导出是就按导出吗？哪个软件？达芬奇。交付。哪有交付啊？看不见你，看不见你。你在哪儿播呢？居然本人来直播了，放屁！他妈谁直播是他妈代理直播？啥呀？这儿。啊。然后这儿有格式设置。随便导出一个。然后添加到渲染队列。啊。选择桌面吧，比如说保存。哇。就在这儿，然后渲染，它就开始渲染了。哇，渲染完了。渲染完了就导到桌面上了。咋导啊？就已经在桌面上了。渲染完了它就存到桌面上。好棒哦！哇。夸吧，到夸的老脸都红了。他脸不老啊。哪儿的声音呢？你别管啊。哇。你玩啥？图图是为了明晚更新片子吗？不是。明晚我们更不了。先技术层面的，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。就我们更不出来了，就是卡壳了。现在不是说我们不更，是我们技术有限了啊！你们相互转告一下，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那个特效做出来，我们才能更。我们现在做不出这个特效，我们在这两天在看教程，在的那个现学。需要 AI， 需要特效。
好高清今天，有吗？是因为他的手机不高清，他的破三星子。我们是苹果，我们是 iOS， 他们破安卓。吃个果冻吧，宝贝，你吃不吃？给你吃个玉米味儿的。没吃过玉米。我吃个草莓的。就得吃喜之郎。果冻，我要喜之郎。我出门我就发现我那个啥了，我手机没有东西了。手机欠费。我发现手机欠费了，然后那个 WiFi 也登不上。啥 WiFi 也登不上？车载 WiFi 吗？那你咋给我发的消息？点的那个大厅啊。哦。不行，我的空调我得调低一点，你能接受吗？能。热。24度。行吗，老婆？24度。24度跟没开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这个人有同理心啊，我怕冻着你啊，不像你，你不管我死活的。昨晚你凉快是因为外边凉快，不是你空调的事。你跟那个胖哥哥没见了吗？你没跟他好了吗？那个胖哥哥是谁呀？哪个胖哥哥呀？我都就没跟胖哥哥好过。人他妈健身健6年了，听你说的是胖哥哥，人家心里什么感受啊？说的我吗？不然呢？肯定不是说的我呀。就是说的你啊，胖哥哥。胖哥哥。你就是那个胖哥哥。健身健6年了，完了被定义为胖哥哥。谁呀？死的玩意儿！拉了衣服上了是吗？是。有点干了。绿豆什么时候更新啊？不知道呢。我们现在技术层面出了问题，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玄幻剧嘛，然后现在特效做不出来，所以导致了一直跟不了。一开始是放假，没想到放假之后有更大的问题，就是跟不出来了，特效做不出来，没有那个本事，拉了。到最后拉了，拉完了。
我对象真好看，谢谢。我看你长什么样，真丑。你真丑。李尔王，我的妈呀，好丑啊！丑的呀。我可以帮你帮你们尝试做一下。没有素材啊，就没有素材。我们其实想的是 AI 就是生成一些东西，但是现在就是 AI 生成的东西嘛，因为它没有底素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正常的我们是拍了一些剧情之后，你在这个剧情之上去加这个特效，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拍这个底素材，所以现在就是200刀加一下来。加啥呀？去我直播间里加这个论贤妃，论贤妃。拍的这个。加一下这个论贤妃。他干嘛呀？你这两年怎么苍老了好多？那也比你好看。加什么呀？加什么？加这个论贤妃。加什么？就跟他私聊，然后你俩加个微信，让他给，他说他会做那个特效。你可以先磨合，我看看你装不装。这周更新吗？不更新，这周更不了。做不出来，那卡壳了就是。音效同步吗？不需要，你做的那个音效吧，可能没有版权，有的，我们自己配音效就好了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冬天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。很浓密，我其他地方更浓密。你说啥呢？他们说我眼睫毛，我说我其他的，更浓密。不要脸你！我说我的头发。像画了眼线以前是纹的，纹眉、纹眼线，我是半永久。怀岩，为什么叫怀岩？尝一尝，尝一尝甜不甜？尝一尝甜不甜？怀岩。没吃呢。黑蒜，据说这个特别好吃啊，说有一股栗子味儿。我的妈呀！络腮胡是自己的胡子吗？是的。你现在没络腮胡？我天天刮呀。能不能留胡子？留出来很帅，那也不能太帅了呀。200刀之所以帅，就是因为他留络腮胡。你让他剃了试试，丑的呀。他就是络腮胡，哎，丑的呀。
没见过，他这辈子你都见不着。深灰浅条纹的棉袜有吗？谁的呀？深灰条纹棉袜我没穿过。我一般都是穿白袜，可能穿就灰了。黑蒜，黑蒜，减肥到芝麻1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帅。减肥很痛苦啊！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觉得我帅不帅，我就减成那样？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满足。这人一旦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是最快乐的。现在就不为任何人而活呀。挺好的，现在这种感觉，怎么开心怎么来呗。又冷了，欢迎少女的蹄子。自己畅快，是的。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祛魅的一个过程，就人生真的是一个祛魅的过程。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件东西，可能你特别大的兴趣，但是后来可能你拥有它了，你就祛魅了。得不到永远在骚动，是吧？Trouble, trouble, trouble。
你今儿咋这帅？这什么意思？你跟你对象一起直播的时候帅，少在这块儿就是引诱我带他一起直播，你可以一次看俩。你的小心思真的是。什么时候更新不知道，更不出来，就是更不出来了。现在宝们，我的，check it out。给大家看我的点赞，我给大家看看哪个是我最天菜的啊！二把刀不能看，这怎么看啊？这么多好看的啊！不要脸你就。如果排行第一的，我会选这个。他现在是，我觉得排行第一的，在我的审美里边。真可爱呀！这小嘴一嘟，我的妈呀！这个不行，这个赶紧让他剪头发，头发太长了。哇！再给大家看好看的。其实他长得没有多好看，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好看，可能是因为年轻、洋气、身材、穿着，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级。哦，他穿衣服很高级，就是也不知道哪儿高级。很久也点过你的，我看看。每天要吃早饭，好的。给大家看，我觉得其他好看的，这都是我的点赞。二把刀都清空了一些点赞了，这我又点回来的。哎呀，他没事他就给我清空，拉黑。
定期清空，是的。妈呀，大姐，这不行，看的好刺激啊！啥呀？我看，你说这个多不要脸！你看这个，妈呀！看的全长得都不咋地，练丑。看看还有没有？论贤妃，怎么说英文呢？看不懂。啊，我觉得他好看。谁呀？别管了。啊，不行，看腻了，这种长相，通讯录太多了。我还是喜欢偏那种，就是没那么好看，身材很好，然后又有点偏那种就是没那么 gay 的那种长相。我觉得他好看。干啥呀？我不喜欢炭治郎。哎，对，我觉得他的五官很好看。啊，哇，好。大家看啊。这个也行啊，这个也行啊，这不错啊，这不错，这个就很直的感觉。叨叨不好看了吗？叨叨好看是另外一种好看，叨叨好看是，我跟他就是在一起过日子，谁也抢不走的那种好看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就是，你就感觉跟你不是一路人，就觉得很，就是他们这种好看是不想拥有，想变成，不想拥有，就他们是，就我想变成这样，对，真好看呢，这个是真好看。这个是真好看，我可以看无数遍。就我喜欢那种，就是不是标准意义的帅哥，只是那种一打眼就觉得，哎，就那么回事儿。这个就是有点圈子里的好看。这就是圈子里的好看。你可以接受很好看但没有灵魂的，我接受不了，必须得有灵魂。这个身材是我巨爱的，这是我标准的啊！我标准的就是喜欢是这种身材，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种身材了，就是一定是这种身材的会喜欢，就这种身材啊！我标准的喜欢的是这种。完了，关错了。那我怎么看我自己的点赞啊？我的这儿呢，一下就找了。这种也挺好，就这种穿着我就觉得很好看。
完了，我又关错了。喜欢，对。这个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？就他的感觉也很好，就这个人的感觉很好。虽然说就是不是我的菜，但是我就觉得啊，这个感觉很好，想变成这样的感觉。你们能懂吧？就这种年轻人，然后又有运动感，然后这个也挺好，这个就是蛮直男的。这也挺好。哇哦！饿了。就这种身材多好啊！这种身材，哇哇哇！妈呀！怎么看一会儿就那个脱了呢？哇！二把刀不是这样身材吗？二把刀不是。就这种典型的熊长相，就有点，就也好看，但是就是，对，就是典型的熊长相，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什么惊喜。就有的人他其实长得不是特别好，就是不是标准的好看，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好看是有重新再定义的好看。老公，我要点饭吃喽。点呗。不给你点了哦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在看别人，你不给我点饭。不是刚吃过饭吗？我也没吃饱啊。那你想吃啥呀？不知道。我点的烩菜，你又不吃。叨叨身材不好，叨叨身材好啊，不一样的身材好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好。他身材是那种，就是肉壮的那种身材呀。就这种长相，它不是就是标准的好看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他有记忆点，你们懂吧？就有的人他长得是有记忆点的，你懂吧？有的人他是没记忆点的，因为他就是圈子里的长相，懂吧？你们不懂，你们不懂。有机会去深圳去你酒吧，你别有机会了，你找不着了。哇，好美啊！就我觉得她也好看，不知道为啥。就看她那个小劲儿啊，你这就那个小劲儿，她那个劲儿，她这个就
这个取消点赞。取消点赞。我觉得这个也好看，这个就很可爱，这个就不行了。就是他可爱，就这个博主他可爱的时候，我挺喜欢的。他要是在那块装 man，我就不欣赏不来，你懂吧？就我喜欢的是这种感觉。你看，他就有点就是这种感觉，我特别喜欢啊。但是你就是下一种，就这种装 man， 你看他在那块装 man，我就完全欣赏不来。你看这种长相，他就是一看你就知道是可爱的，你懂吧？不喜欢比我 man 的，那真的太多了。比我 man 有什么难的？必胜客的汉堡是不是？啊？必胜客的汉堡不爱吃。那你想吃啥吗？你点菜。凶什么呀？我点了你。好凶啊你！现在得到我就不珍惜了是吧？开始凶我了。那我点的你都不爱吃。跷脚牛肉吃不吃？不吃。他凶我。那你不吃了是吧？就这种也好看。好美味。多嘛多嘛多嘛哎，多嘛多嘛多嘛哎，多嘛多嘛。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。就我喜欢这种后脑勺是特别圆的这种，哎。喜欢这种，呀，又灌大劲儿了，又得重新看了。图图哪个不行？图图，先点到他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。你还想不想直播呢？这个太爷们儿了，这太爷们儿不行。老晚会吃不吃？你自己点吧，不吃。你不吃饭了？我觉得这种长相也好看。就是他不是特别就是那种标准的好看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啊，他很顺眼。我觉得顺眼再加上有趣的灵魂性格，再加上对，再加上好的体态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就他基本上每一期我都在点赞吧，应该。别挑了，你也吃不到。我没有想吃啊，我跟你们不太一样，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很喜欢就是去赞美别人，去欣赏别人的美的人，但我从来没想过就是拥有或者说就是那种意淫，我从来没有过，因为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去看就好了，没有想过别的。
本身我就是一个性冷淡的人。对，我喜欢郑恺，我都很喜欢郑恺很多年了，我都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取消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不行。岁月，这个就是标准的好看。我这干什么？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呀妈，没准备好。哇，吓我一跳。就他有一个视频我也蛮喜欢的，就他有一个视频，他不是所有视频我都喜欢，就是他有一个视频，找一下啊。哎，没有了那个视频。他们一天拍勾引人，那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，人家没想勾引人，就是人开着花呢，小蜜蜂就来采蜜来了，啊，没勾引别人。练胸没有感觉。如果你换个思路百度，注意看，不喜欢我。哇，又刷到他了，好好看。为什么？这是被全球。他1岁那。嗨，好哥们儿，我是郑约瑟。我好想你，刷到了你同事啊！哇哦，我穿越城干工做的第一件事，要不咋说韩国人佩恩入侵木，原来我爸也是王心凌男孩。我先露两手，别这么小气。就这种看不到脸的戏，就是特别大的，就是我觉得这种看不到脸的，就觉得他天仙一样。就他这个脸型和他的身材啊，还有他的穿搭，真的好，就好干净，好洋气，好香的感觉。他身上肯定滑滑的，白的呀。我们本来想用 AI 做视频。哎，哎呀，啊行。在深圳东部来别，认真读出美感。这种看不到脸的，这都可以。
哇，这是干什么啊？做这个就不用特别精致的效果，能看出相当的过瘾。在我面前，你装什么设计？不知道他们是版权不？给我们兄弟两个人拍张照，一键搞定，猛犸，这是全剧里最精彩的。宝子们，时常女孩在蹦床上给男友表演节目，可殊不知，下一刻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。宝子，女孩在蹦床上，这些年，让一个人的心中有着更高的神方向。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让一个人的心中有着更高。今天是11月的最后。I'm proud like a rock star。你说人山人。色彩弹家暴。这个也好看，母母的。你吃三文鱼不吃？不吃。你啥也不吃？嗯。大家注意听他的那个语气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笑啥？这我真的看了好多遍。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。像我眼前这一套。有些人天生就不该做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电影。这是他第一次面试风俗。安史之乱到底有多可怕？对，我喜欢猎奇电影，是的。被酒驾的车撞了，那毫无疑问。我们就是没有拍那么多素材，现在也没有条件再去拍摄，所以我们才想要做。一口气看完俄罗斯近代史，每天坚持。你看我刷抖音都是在看这些东西。存在着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。每天坚持使用诺德玛颈部拉伸器。秃头发午夜凶铃吗？不怕。这个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真的好看呢，这个真的好看呢，这个有点像小乔。这个好看呢。
哇，这个狗真的好看呢。你想啊，人家养在山坡上，那狗贩子怎么知道的呀？那还不是汪汪叫上的火，直接被一锅炖。还会再见吗，燕子？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，好不好？你是个妖，是没有资格跟我们仙女做朋友的。人最哇，这个是可可的，可可爱爱的这个。这什么鬼？这种取关。哇哦！我看看它主页。这身材没有200刀好，你别光看呢，你挨个点评一下呀。我咋点评啊？我又长得不如人家，我点评，哪儿差在哪儿？我点评不了。这长得像我第一任。哎，人呢？看人。有点评的，就是我没点评人家，就是这个很像我第一任，也不是第一任了，就是之前接触过的人。哇，好可爱！危险。他的唇形长得好标准。我觉得后期200刀要想跟我维系感情的话，他就得戴个眼镜，他得给我新鲜感，要不然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热烈了。好了，看帅哥看够了，咱们也要那个聊点有意思的这个直播了，对不对？没新鲜感了，新鲜感早晚会没，我觉得就是在一起，我个人会觉得说新鲜感早晚会没，但是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出轨，就是不会出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水平啊，咱就别攀高枝了，咱们就人家200刀图我钱就图我钱呗，真的是。
有图的你的东西你就庆幸吧。是的。老文，你点什么了？我点了个面，啥面？炝锅面。你知道我不喜欢吃炝锅面。你啥时候吃你不喜欢吃炝锅面了？行吧。来了你尝一尝，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就吃，我再点。要不然你就没给我点啊？没给你点啊。染头发了吗？没染头发，就是把边上剃了。他挖掉胡子，戴上眼镜会啥样？不强迫他做这些事儿。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开心就好。就是因为我之前我是想让他剃胡子，然后我看过他没胡子的照片，真的丑。我也怕担风险。你想吃啥？我现在给你点。你先吃吧，等你吃完我再吃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不知道我吃什么呢，我估计你吃的时候，然后我就馋了。我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吃，你也想吃。不会。来吧，直播吧，咱们正式直播啊！想听什么八卦，想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聊啊！就是大家帮我找话题，因为我不像二把刀一样，就是二把刀可能就是现在还能就是卖盐，我没有盐了，我只能靠内容了啊！人是花瓶，我是土壤。赶紧的吧，自己找话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情感上，比如说你老公现在就不碰你啊，怎么样的啊？或者说你老公在外面就是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婆啊之类的这种问题，都可以来问我。你老公出门总让你花钱呢？你俩过了2年还 AA 制啊？对。你在说啥？小心一会儿报警抓你。好凄惨，这是二把刀的过去呀。说啥呢你？我过去才不这样。好凄惨，那有啥凄惨的？这是真事儿。一直 AA 制，你故意的，我就感觉你。小16，你是一直跟别人 AA 制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给人钱，人家都不愿意带你玩儿。我告诉你，AA 制，人家不要你点钱，人都好不错了，能带你玩儿，你都烧高香吧？啊，展开说啥呀？叨叨一直 AA 吗？所以他就觉得我对他好。笑的你。他觉得我对他好。如果发现有一天叨叨鼻子是假的，下巴也是假的，会怎么想？啥意思啊？他鼻子和下巴现在也没多好看。行。
喜欢看图图，我直播稍微有点意思。它这个有什么造假的吗？谢谢风起远距吗？远洋啊？远洋，远洋啊，我这眼睛，你在看直播间啊？我监视这个弹幕。多大呀？胡子这么白，35、36了。人生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那个外卖我用机器的，给你送上来吧。好。现在了，平常愉快。谢谢。还挺快的这。不舒服就少吃点，省着后宫像流水一样往你宫里送东西，可不吃了吐，吐了吃吗？最受不了叨叨的一点是，现在没有受不了叨叨的，现在我完美的很。对，就是没有受不了的那种感觉。谁呀、搁这儿？这个叫不好笑。你搁这窜什么火呢？没有说受不了的，就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昨天他直播的时候，我明明光着身子，他非得那个，因为我昨天那个你们从后边能看到我光身的那个事儿吧？其实不是说我第一次说了，我是下午的时候我就说过他，我说你没事你别老开那个，因为我们旁边是个居民楼，正对着一个窗户。就他每次吧，他就喜欢开窗户帘儿，那人再加上我们这屋开灯，那外边看我们清清楚楚，但是他就是记不起来，那记不起来，我觉得也就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就这类的事儿，就他做太多次了。他就是一个比较就是大条的一个人。这个达不到受不了或者生气的那种，他就非得，你知道，就是窗户对着人家窗户，对着人窗户，然后我一说，他说啊，人那家又没人，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人呢？他就死犟，他说没人，我都看了，就那种死犟。叨叨生你气了，叨叨不会生我气啊。谁又搁那挑拨呢？于家俊。挑拨什么挑拨？那好妹子生什么气呀？他不会生我气，他生我气，他就是前天生我气了。前天生我气了，因为那个我因为他那个开空调开得特别冷，然后我睡不着，然后我起的就比较晚了，然后我俩就说不定对面就偷看了。是啊，因为我俩在房间里啥事儿都干呢，对吧？我俩在房间啥事都干，人家那屋要是有人的话，看得一清二楚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俩是在家里是不穿衣服的。为了啥事儿生气你了？没有因为啥事儿生气我俩没有生气啊。现在他做的一些事儿没有让我生气的。老公，你要尝一尝吗？不吃。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那天，就是我俩，好像是我下午睡了一会儿，是吧？啊，对，
就我俩本来打算那个下午去一家那个自助烤肉店，然后呢，下午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会觉得说那种烤肉店都是正餐嘛，正餐可能都是6点到9点营业嘛，6点到8点营业嘛，啊，6点到8点营业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起床吧，大概是3点左右，我说呢，咱们吃点零食，5、6点钟再去。他说那个没事儿，人家营业到12点呢，说这家烤肉店营业到12点。然后我说那行，那我吃啊，那自助餐。对，那个自助餐营业到12点，我就说自助餐很少营业到12点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就说那行吧，那我就回去吃点零食，吃完零食我就有点困了，然后我就眯了一会儿，这一眯到9点8点多，9点，而眯到8点多， 9点，眯到8点多以后，然后他就有点着急了，一是他饿，因为他下午他还是吃点零食吧，他吃不饱。然后他那个吃点零食，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饿着，然后他也是那个就是馋，他死馋的，他这人，他要说吃烤肉，他要吃不到嘴里，他能气死，你知道吧？他死馋的。然后等我醒了，就是8、9点钟了，将近9点了。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有点不开心了，他说那个快点，人都快下班了。我说你不是说是他营业到12点吗？然后紧接着我就没醒，其实我就没怎么醒，然后但是我就着急忙慌的陪他去吃烧烤，结果刚出门他就给那家人打电话，给那家那个打电话，然后刚要下楼梯的时候，我说怎么样啊，他说人家停止营业了，然后他就不开心了，他就脸就拉了。我赶紧找了一家跟那个差不多的那种装修和规模的那种店，然后结果人家都不开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韩式烤肉，也瞅着也挺高级的，我就带他去了。这是没跟我发火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心想，我就说你不是看的是12点吗？结果他9点不营业了，关我屁事啊！他就跟我俩劲儿的。那这不是不营业，是不接客了。那不接客了，那你得问清楚啊！那我也不知道你不接客了呀。那我是9点醒的呀，你说的是12点，他营业到12点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正常的理解，你说他营业到12点，那我9点起没问题吧？我9点起有问题吗？家人们说，他说的是营业到12点，那我正常的我9点起，然后我去店里吃饭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但是他那个店可能规则是9点以后就不接待了，所以他就给我拉了个闭眼，然后我就实在没招了，然后我就跟他冒雨，我们就出去吃个烤肉，算补回来了，就算补回来了，然后他就没发火，结果我昨天晚上回来我就有点感冒了。结果就是吃了药好了，营业到12点不很正常吗？一般自助餐营业到12点的很少，自助餐营业到12点的很少，就因为我就是总去那种比较大型的店去吃，我就大概知道人大型的店一般都是6点到8点半接待，然后剩下呢都不接待了。但是他跟我说的是12点，当时我其实就有点质疑，就因为吃不上，他能给我急得白脸的。那你要说吃啥，你要今天晚上不让他吃，哎呀妈呀，那你就等着吧。跟个倔驴似的，就咱别答应人家，要答应人家，咱们就必须得做到，做不到人家就翻脸。答应做到不正常吗？我该你的，是不是？我就该你的，你跟人家 AA 制，跟人过了他妈3段都是 AA 制，到我这我就该你的了。你不是答应了吗？人家就是那3段都不跟你都不答应你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啊？
人家也答应了，但是人家没做到呀，然后我们就分手了。好啊，拿这个吓唬我是吧？吓唬你啥呀？答应之前好好想想，对。以后咱不答应。就像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那个，就是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明天有时间吗？你应该怎么回答？谁呀、你问我吗？对，如果说我明天我说二把刀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你怎么回答？不确定啊。不确定，啊，你这就不行。你要说没有，怎么了？然后他就会问你，他就会跟你说啊，原本我想着那个怎么地的，那个怎么样。然后你听他说原本想跟你怎么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说，你就这么说，比如说这个对话是说，二把刀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本来我想带你去吃那家那个自助烤肉的，你没时间，那就啊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问一下那个，看看我的事儿能不能调到明天去，就这样就能，对吧？就能解决了。哎，你不能说不一定，你不一定就显得你这个人特别，但是他没遇到你，遇到你一说没时间，你就说啊没事儿了呢。我是这样。对呀、我就说你就这样，你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十七，那个我说十七晚上那个跟我一起去个饭局，然后那个十七那个时候是5点，我们6点吃饭，我5点问的人家十七，然后十七说啊太匆忙了，那个怎么样的，他说那个可能有点来不及，我说啊好吧，然后我就自己去吃饭了。结果吃完饭，然后那个十七就说哎你们在哪儿呢？然后我说那个在喝酒呢，他说那我现在去那个，哎不是这么个事儿，反正就是不，这个事例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比如说我5点约十七吃饭，6点吃饭，但是十七说那个啊可能有点来不及，我说没事儿了。然后结果十七忙完了，他说哎我可以出发了，那个我说不用来了。十七就给我特别大的意见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啊哪有他这样的呀，约别人不提前约，完了那个然后又特别冷漠的就是让我别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觉得我特别没礼貌，但其实我就是在解决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当时我去一个饭局，我就想带着17嘛，啊，但是他不来那就不来嘛，啊。就像那个时候二把刀也是，这二把刀也是，就是当时我约二把刀那个去吃，就是那个去那个见我那帮朋友，然后想拉近我俩的关系。我说二把刀那个有没有事儿陪我去那个吃饭去？二把刀说啊有空，然后结果二把刀知道是我跟朋友一起去，然后他就说啊我不想去，我说那行吧，然后我就约了那个就是那个神婆去了。我就直接我说那行吧，然后紧接着我就给那个打电话，我就说喂神婆，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饭局？然后神婆答应了，我们直接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不是一个就是特别，对我不是一个特别在意细节的人，可能啊，直接就走了。我也没有觉得说二把刀不来我怎么样，或者说我有什么动机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找个人陪我一起去应酬，啊，
有的时候应酬真的是需要伴儿的，你们懂吧？一个人去那种场合可能会有一点点没意思啊，就是有一个你的人在旁边吧，一是会觉得说有安全感，二是会觉得说你带个新人过去，大家重心就在这个新人上了。第三个，如果说你带的人其实不错的话，但你会觉得挺有面子的，我会这么觉得。我感觉你是感情细腻的人，之前是，现在不是。我之前其实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，就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比较内向，我现在会比较外向一点，就神经也大条，所以你知道，就是有的时候身边人会跟我说别人的一些八卦，我都觉得说啊，我没这么觉得，就是我经常我会相信我看到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谁谁谁的不好，我不相信，因为我跟他接触起来，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，而且我们之间也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东西，我看到的就是挺好的就可以了，我觉得 enough enough 啊。哈哈哈。而且我其实跟很多人都不太一样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成都医护会大家会很讨厌成都医护，我没觉得。我不觉得，因为首先成都医护这个事儿吧，没有影响到我。第二点呢，我觉得成都医护吧，他是一个努力的人，可能他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，但没影响到我，所以我不讨厌他。而且我觉得他当时做他自己的账号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努力的。他们很努力在拍视频，而且不惧别人的眼色之类的，我做不到，其实我是做不到的，我觉得这是他优于我的，就是我要像他一样能豁得出去，或者说有他这种就是经营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好，这是我要学习的。至于说什么让大家出柜这个事儿，我反正没让我出柜，我已经出柜了，我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突然说要买房，我赚了6万块钱，直播赚了6万块钱，然后我要买一个房子的首付嘛，我就跟家里说，我说我要去那个哈尔滨江北万达，那个时候6000块钱，6000块钱一平，我说我买，然后家里其实就纳闷，就说你哪儿来钱？我说我直播做的呀，然后他们就逐渐的去说啊，直播能赚这么多钱？我说对啊，都是那个同性恋的那个观众，然后我妈就说那些同性恋为什么给你刷钱啊？我说因为我可能就一直就被这个群体喜欢。我妈说那你好好的呀，你直播你别总说人家，总板着个脸，老训人家干啥呀？人家给你刷钱。我妈还在那教育我说别直播总发火怎么样的。然后后来呢？后来我就有一些就是因为通过直播，我认识了很多，就是粉丝也好，包括现实中的朋友也好，我会比如说关系走得比较近的话，就比如说曾经就是追过我的一个
榜一的一个小孩儿，然后我还带他回过我自己的家里边。然后我家里就对这个群体就说，哎，你别看这帮人啊，怎么样的？我妈的就是他们的原话啊，就是侄女，就是我妈妈还有我姐的原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，哎呀，你别看这帮人啊，你都挺有本事，而且你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哎，那个这都挺好的，看人这个特别礼貌，特别那个啊怎么样啊？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哦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家里是逐渐的去接受我的朋友了。我记得说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追我的那个小榜一大哥，他也不是榜一大哥，他就是榜一大哥，但是我的榜一大哥跟你们的不太一样，就是跟其他的主播不太一样。别的主播的榜一大哥可能是50、60、70、80的，也不会70、80吧，50、60、40、50的那个榜一大哥。我的直播间里的就是榜一大哥，可能都是20、30的那种，所以他们就是想跟我交朋友，甚至有喜欢我的。然后我记得曾经我那个20多岁的一个小榜一大哥，然后我俩其实就有在试着接触，然后我就是正好回哈尔滨，好像是干什么去了，然后我就带着他，然后他第一件事他说，那个，哎，见你家人我买点啥呀？我说啥也不用买，完了他紧接着好像给我姐买了一个17000的还是14000的 LV 的包包。我姐立马就被收买了，那个包啊，我姐就是好像现在还戴着呢，然后就紧接着就是我家里非常认可这个群体，就非常认可这个群体，其实包括现在看直播呀，都是那种，包括对2把刀呀，对谁呀，都是。就没有说排斥、讨厌之类的，没有。他们就会觉得说这帮人比我的能力还要强，然后跟这帮人在一起，我是进步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因为我带去，就是能跟我在一起接触的人，或者说能现实当中跟我交朋友的人，一定是那种就是文质彬彬呐。就是不多言不多语啊，然后特别稳重的这种人，甚至会表现出胆怯的这帮人，就是他们是对别人是有敬畏之心的。我永远接触不到那种就是说说话特别狂啊，哎你家怎么样，就是或者说哎特别装逼的，我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人。我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家里看不到这一类人。就是他们就对咱们这个群体就是非常认同，人就觉得这个群体都有本事，性格都好，然后都有才华，这就很好了，我觉得，然后我就跟他们普及啊，我说其实娱乐圈里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这个圈子里的，逐渐的就让他们就是了解这个圈子，感谢小榜一大哥。叨叨吃的好香，正面形象加1。就可能对于你们来讲的话，我说实在的，就是14000其实不多，我告诉你。其实我自认为14000其实在现阶段不多，但是你知道14000能，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喜欢你，给你花14000，我觉得不多，但是他因为喜欢你去给他家人花14000，多，在我眼里是多的，你懂不？你懂不？就是喜欢你的人花14000给你花没问题，我觉得差不多 OK。合理，但如果说因为喜欢你给他的家人花14000，我觉得这个牛逼，就这个人做的绝对漂亮，他懂情商，然后也真的喜欢你，他是讨你开心的一个人，
所以你们的男朋友，你看你们男朋友抠不抠，不是说在你身上他舍不得花钱，他是在你家里人舍不舍得花钱，能明白不？因为俩人在一起生活，可能就是说，哎，那个带你去吃好吃的，那他们也吃啊，能明白不？但是他能把这个吃好吃的钱交给你，或者说，哎，带你家人去吃好吃的，或者说给你家里人买点东西啊，就是一是讨好你，二是讨好你家人，他能把这个事儿处理的这么漂亮，我觉得这是爱你，他在意你。所以你们不要傻里傻气的了，跟别人出去那个玩一圈，然后被人家那个玩了3天，然后人家给你花点钱，你感动的不行。其实人家给你花点钱，就是你这3天的陪伴而已啊。你这3天你被玩了3天，你剩了啥呀？对不对？这给你们讲的都是干货，哎，在我直播间里你们就学吧，哎，该劳逸结合喽，啥意思啊？这个东东，哦，他又开始那个阻止我看屏幕了，谢谢东东。我不看屏幕，我也能说。这要好久的。怎么突然沉默了？因为我看不到屏幕啊。太好笑了，这个好久的这个。我继续给大家讲那个，就是我直播的那些事儿啊。我就给大家讲直播的事儿，因为其实直播对我来讲的话，真的是扭转自己命运的一个事儿。我是2015年直播的，我那年25岁。我为什么会直播呢？当时我接触了一个研2的一个大学生，然后呢，他就玩小咖秀，那个时候流行小咖秀和美拍，你们就是年纪长一点的人，还没死的人都知道啊，那个小咖秀和美拍，那个时候流行这2个东西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看那个小咖秀，然后他就拍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完全不懂，而且我是特别内向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看人家玩。然后后来我俩分手了，我也没啥事儿，因为我也下载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块研究，我就开始拍，我就有点就被神秘组织就是盯上了，然后就开始有粉丝了。神秘组织。对，然后我就有评论了，有粉丝了。后来呢，就是逐渐的，就是有一帮人我就在那个好像是在那个叫711还是9，不是711，就是之前有一个叫我 YY 直播还是什么直播呀，反正就是好像是什么直播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那种直播吧，已经有手机版直播了啊，就是直男直女的那种，有手机版直播了。然后我就试着播了2天，然后结果有人看着我在朋友圈里发直播的链接，他们就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去一个那个通讯录的那种直播平台？我说可以吗？他说可以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直播能赚钱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因为那种大平台我也不知道他赚钱怎么赚的，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链接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不是手机直播，这是那个电脑直播。紧接着我还买了那个时候直播都是用那种摄像头，
然后还得下载一个直播的一个软件儿啊，然后反正就是那种，然后还得调美颜、调光，特别麻烦。然后我就去那儿直播了，当时这个直播网站叫做傲娇网啊，我就在这个傲娇网直播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社恐，你们可能看到我现在小嘴巴巴的，那个时候就上直播之前，我都觉得就像我是女主播一样，然后我特别特别紧张，我觉得全国人民都在看我那种感觉，就紧张到真的是就是呼吸都不顺畅。然后我又整不明白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就是人家在直播之前吧，人家就告诉我说买这个麦克风买声卡，我就买了。买了之后吧，因为我太紧张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唱歌。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唱歌，一开始20多人、40多人，后来就保证在80多人、100多人了。然后直播的第一天，就有人开始给我，就是我的直播间里就飘那种大的特效。然后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我全程我是低着头唱歌的，因为我是记不住歌词的，所以我低着头在那块看那个歌词，我不看那个屏幕。他们就有人说哇哇好大气啊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哇个什么劲儿。后来他们就说这个是钱，我说能有多少钱？他们说3000，我说什么？我说3000。紧接着我第一天好像是赚了2000多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比例好像是6-4分，我们是4，方糖是6啊，我们是4，方糖是6，反正我第一天赚了2000多还是3000多，反正忘了。我说这玩意儿这么赚钱吗？这玩意儿也太吓人了！我上班我1个月才赚5000块钱，那个时候2015年我上班我才赚5000块钱，而且累得要死。我说一晚上就我在那块唱唱歌就能挣这个钱。后来因为我当天就成为了那个就是这个傲娇网的那个就属于台柱子，一鸣惊人。因为其他的主播也有一些其他主播，包括司马光年啊，包括什么那个时候头像还是就是那个宣传页里还有龙二呢。那个时候我不认识龙二，有司马光年，有龙二，有陈鼎鼎，我记得。然后就那帮人吧，其实都不太会播，然后我就播了一天，突然就成了榜1了，就是主播榜第1名。然后紧接着就那几天我一直在赚钱，所以其他人就是开始关注到我了。我记得当时司马光年就来我直播间。后来就是方糖傲娇网的那帮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啊，那个适当的跟那个粉丝互动一下啊，然后就告诉我一些规则呀，就说这个提成怎么分的呀，然后就是怎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调颜色呀，反正就告诉我这些东西。再后来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个给我刷礼物的那个榜一小哥，给我刷礼物的那个榜一小哥，大概给我，因为你想想，就是我收入了几千块钱，他刷的更多嘛，因为那个时候比例不像55嘛，那个时候刷的更多，然后他其实刷了很多，然后他就私信我，他说特别喜欢你唱歌，我说谢谢。那个时候我连说谢谢你给我刷礼物我都不会说，我说谢谢。然后他紧接着他说那个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我说可以啊。后来我俩就加微信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那个傲娇网的工作人员说了，我说他加我微信了，我应该怎么回呀？他说你就正常的跟他聊天，然后让他来支持你就行，但是切记不要跟你的榜一小哥见面。他说你不要跟这个榜一小哥见面。
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你别管了，这个东西跟你也说不清，但是你就不要跟这个榜一小哥见面。我听了以后，我说哦。紧接着呢，这个榜一小哥就给我发消息，他说哎那个特别喜欢你，觉得你特别好看。我说谢谢谢谢。然后他说那个感觉你穿白袜应该会很好看。我说啥意思？他说那你不喜欢那个，你平时不穿白袜吗？你穿内裤穿什么颜色呀？我说我平时那个怎么了？然后他说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穿那个白色袜子和白色内裤。我说哦。他说那我能送你一点白色袜子和白色内裤吗？我当时确实也缺白色袜子和白色内裤。是我就